你有没有想过，你也许根本就不是纯粹的人类？有一种说法认为，流淌在你血液里的基因可能来自另一种物种。在所有试图寻找人类起源的研究中，这个观点或许是最疯狂的，但同时也是最接近真相的一种。很多年前，一位研究者发现了一些异常线索，指向一个被彻底遗忘的远古文明——穆大陆。而更惊人的结论是，人类真正的起源很可能就来自那里。那这个所谓的穆文明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可能来自一个早已消失的外来血统吗？这一切，我们接着往下看。19世纪，一种极其离奇的说法开始在学界悄悄流传。这个观点几乎颠覆了当时所有历史学家对人类文明的认知，因为这一次讨论的对象不再是亚特兰蒂斯，也不是古埃及，更不是美索不达米亚，而是一个更加古老，甚至在所有文明之前就存在的世界，一个叫穆的失落大陆。而这一切的源头来自一位考古学家勒普隆，他一生都在研究玛雅文明，并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尤卡坦文明的历史甚至早于古埃及。但真正让人震惊的还在后面。在深入研究过程中，他突然提出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在远古时期曾经存在一个名为穆的大陆，而古埃及文明其实正是从那里发展而来的。更离谱的是，他声称玛雅人的古老语言中隐藏着关于这个远古文明的线索，这些记录指向一个比所有已知历史都更早的超级文明，而这个文明的结局也同样震撼，它被大海吞没了。在勒普隆的理论中，玛雅文明并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其实是穆大陆毁灭后逃亡出来的幸存者。但问题在于，这个理论当时实在太激进了，勒普隆既说不清这个文明究竟存在于哪里，也无法解释它到底经历了什么。更关键的是，他拿不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如果这个文明真的存在，那它的证据又在哪里？正因为缺乏有力证明，这个关于穆大陆的说法很快就被忽视，甚至被学界直接压了下去。直到后来，一个人再次把这个被否定的理论重新带回人们的视野，这个人就是詹姆斯·丘奇沃德。他不只是相信穆大陆的存在，他更声称自己手里有证据。1926年，这位英国作家出版了一套轰动一时的著作，被很多人称为失落文明领域的圣杯。这套3部曲分别是《失落的穆大陆》、《穆大陆的子民》以及《穆的神圣符号》。在这些书中，他讲述了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故事。他表示，在出版这些书的50年前，自己曾以士兵的身份驻扎在印度，在那里他结识了一位地位极高的神庙祭司。有一天，这位祭司向他展示了一样极其特殊的东西，那是一批极其古老的石板，看起来像石头，但实际上是由粘土制成，表面被高温灼烧过。在这些石板上刻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字，复杂到连丘奇沃德都完全无法理解。这种文字被称为纳加玛雅语，是一种早已失传的古老语言。当时据说整个印度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解读，而丘奇沃德决定要弄清楚这些石板到底在说什么。于是他与这位祭司达成了一项交易，由祭司教他这门失落的语言，而他则负责修复并保存这些石板。在当时，丘奇沃德本身就以收藏和修复古代遗物而闻名，这样的交换对双方来说似乎都非常合理。随着交易达成，他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难的解读过程。当他最终能够理解这些文字时，他在书中写下的内容让整个世界都难以接受。因为这些石板的记录并不仅仅是某个文明的历史，而是从地球的起源开始讲起。其中提到，在极其久远的年代，一个名为穆大陆的文明出现在地球上，那里居住着一种被称为纳卡尔的人类，他们建立了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系。根据丘奇沃德的描述，这个文明存在于大约5万年前到 1.2 万年前之间，是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世界文明。他甚至进一步指出，穆大陆上的人类在很多方面都要比现代人更加先进。整个大陆拥有超过6400万人口，分布在7大城市，并且在其他大陆上也建立了殖民地。这些人被划分为10个部族，但却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并且信仰同一种宗教。而更关键的问题来了，这个文明到底在哪里？丘奇沃德给出的答案是太平洋。他认为穆大陆曾经横跨整个太平洋区域，东西从马里亚纳群岛延伸到复活节岛，南北则从夏威夷一直延伸到更南方的广阔海域。
也就是说，这不是一座岛，而是一整块超大型大陆，甚至有学者推测，它的面积可能比南美洲还要大。但正因为如此，一个更难以解释的问题出现了：在这片失落的大陆上，除了纳卡尔人之外，还存在着什么？根据这些石板的描述，这里不仅有人类文明，还充满了丰富的自然生态，是一个完整而繁荣的世界。原本只是几块被灼烧过的石板，随着解读的深入，却逐渐拼出了一幅惊人的画面，一个曾经孕育人类的远古文明。但问题也越来越尖锐，仅凭一个人的叙述再真诚，也很难作为决定性的证据，尤其是面对这样一个极具争议的理论。于是质疑开始不断出现，如果丘奇沃德的说法是真的，如果穆大陆真的是人类的母文明，那么那个拥有6000多万人口的高度发达文明究竟去了哪里？这么庞大的群体不可能凭空消失，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丘奇沃德给出的答案让所有人都难以接受。他说，他们消失了。在大约12000年前，穆大陆在极短的时间内被彻底毁灭，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一连串剧烈的地震与火山爆发同时发生，大地开始崩裂，整个大陆陷入混乱。在灾难之中，破碎的陆地不断坠入炽热的地底深渊，最终被海洋吞没。一整块大陆就这样沉入海底，被覆盖在超过数千万平方公里的海水之下。一个拥有数千万人口的文明在瞬间被抹去。随着丘奇沃德不断讲述这个故事，质疑也越来越多。如果这些石板真的来自那位印度祭司，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石板后来去了哪里？他们是被人刻意隐藏起来了，还是说从一开始这一切就只是丘奇沃德编造出来的故事？在你急着否定之前，事情却发生了转折。就在所有人逐渐失去兴趣的时候，关于穆大陆的更多证据开始陆续出现，而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条线索来自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矿物学家兼考古研究者威廉·尼文。1921年，他在墨西哥圣米格尔地区进行挖掘时，发现了第一批神秘石板。随后，他陆续找到了超过100块类似的石板，这些石板上同样刻着一种极其复杂的文字，复杂到几乎无法被理解。但让人震惊的是，有人可以解读它们，而这个人正是丘奇沃德。他声称这些石板上的语言与他在印度学到的那加玛雅语高度相似，这一点让整个事件变得更加耐人寻味。如果远在印度和美洲的石板使用的是同一种失落语言，那么它们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某种共同源头？难道它们都指向同一个地方，穆大陆？但石板仅仅只是开始。在丘奇沃德看来，这些证据不过是冰山一角。如果穆大陆真的存在，而且曾经高度发达，那么它不可能完全消失，它一定在地球上留下了某些无法解释的痕迹，而这些痕迹可能就隐藏在我们熟知的地方，比如太平洋。在一些太平洋岛屿附近，人们发现了某些结构，这些结构规则到几乎不像自然形成。当你站在这些地方，你会明显感觉到这些构造更像是人为设计，而不是随机形成的地质结构。而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复活节岛上的摩艾石像。这些巨大的石像由拉帕努伊人建造，但它们的规模与精度远远超出常规认知。这些石像建造于公元1250年至1500年之间，造型夸张，头部比例巨大，甚至占据整个雕像的1/3，而且几乎没有腿部结构。其中最大的一座高约10米，重量接近82吨。更关键的是，这些石像的加工精度极高，所用材料也非常特殊，它们主要由一种火山凝灰岩制成。这种岩石由压缩火山灰形成，相对柔软，便于雕刻。这些材料来自岛上一处古老的火山口——拉诺拉拉库，在那里，这些石像被雕刻出来。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雕刻，而在于运输。在没有现代工具的情况下，人们究竟是如何把这些巨大的石像从采石场运送到岛上各个位置的？这个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统一答案，而当地流传下来的说法则更加离奇。这些石像是自己走过去的。根据口述传统，这些摩艾像以某种方式移动到目的地，就像行走一样。当然，这种说法听起来并不现实。后来，有研究者提出一种解释，这些石像可能是在保持直立的状态下，通过左右摇摆，一点点向前移动。但即便如此，这种方式依然难以完全解释整个过程。
关于这些石像的移动方式，目前其实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有些研究者认为，当地人的说法或许并不完全是神话，他们的描述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某种关联，但也有人提出了更现实的解释，比如拉帕努伊人可能使用了大量木材，将石像放在原木上滚动运输。这种方式虽然需要消耗大量资源，但至少在逻辑上是成立的。然而，还有一种说法则更加神秘，有人认为这些摩艾石像本身可能蕴含某种力量，正是这种力量让他们能够自行移动到目的地。这种解释听起来最不现实，但却恰恰是丘奇沃德最认可的一种，因为根据他从石板中解读出的内容来看，穆大陆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文明。如果人类真的起源于那里，那么问题也随之出现，那些最初的人类真的和我们一样吗？在继续深入这个问题之前，还有更多证据正在逐渐浮现，而其中一个最令人震惊的线索就是金字塔。放眼全球，不同文明、不同时代，却出现了结构极其相似的金字塔建筑，这本身就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很多人认为金字塔是古埃及文明的独特产物，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如果你仔细对比，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埃及的吉萨金字塔以极高的数学精度建造而成，其结构、比例以及方位都表现出令人难以理解的精准性。而在美洲的特奥蒂瓦坎同样存在类似的金字塔结构，尽管建造时间相隔数千年，但它们在设计理念上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而更让人意外的是，在中国陕西地区也发现了大量金字塔型结构，这些建筑的年代甚至可能比埃及金字塔还要更早，但它们同样遵循着类似的几何原则。问题来了，如果这些文明之间彼此隔绝，没有交流，那么他们是如何建造出几乎相同的结构？难道这只是巧合，还是说在更早之前就存在一个源头文明，把这些知识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而这个源头很可能就是穆大陆。有一种观点认为，当穆大陆毁灭之后，幸存者分散到了世界各地，他们带着原有文明的知识，在不同地区重新建立起新的文化体系。于是，这些共同的技术就以不同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比如石板、建筑、符号，甚至有人进一步提出一个更大胆的假设：这些金字塔并不仅仅是陵墓或宗教建筑，它们可能是某种功能性结构，一种利用未知原理建造的能量装置。也就是说，这些看似古老的遗迹背后可能隐藏的并不是宗教意义，而是一种我们尚未理解的技术体系。如果这些金字塔真的和某个更早的文明有关，那问题就会变得很有意思了。这个文明当时到底掌握了怎样的技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很难完全解释他们的建造方式？甚至有人会提出一个更大胆的猜想：穆大陆的居民是否和我们认知中的人类有所不同？接下来这部分可能听起来有点离奇，但这些说法其实在不同文化的记录中都曾出现过。根据一些学者的观点，在勒普隆和丘奇沃德的描述里，穆大陆被认为可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源头，一些技术、知识甚至精神体系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关。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看，复活节岛石像以及世界各地的金字塔也就不再只是孤立存在，而可能存在某种间接联系。当然，这里也引出了更多疑问：一个比古埃及还要更早的文明是如何发展出复杂语言体系的？他们如何理解天文现象？又是如何建造出连现代工程都觉得困难的结构？正因为这些问题暂时还没有统一答案，一些更具想象力的理论也逐渐被提出。其中一种被广泛讨论的观点被称为古代宇航员假说。这种观点认为，在远古时期可能存在某种来自地球之外的智慧生命，与早期人类产生过接触，甚至对文明发展产生过影响。这个说法目前并没有被主流科学证实，但有意思的是，在不同文明的古老记载中，确实可以看到一些相似的描述。比如苏美尔文明中提到的阿努纳奇被描述为从天空降临的存在，古埃及神话中也有天神创造人类的说法，印度古籍里则记录了类似飞行器的维曼纳。这些内容跨越不同地域和文化，却在某些细节上存在相似之处，这也让一些研究者产生了更多联想。因此，有人开始思考，这些内容是否只是神话叙述，还是在用当时的语言记录某些尚未被完全理解的现象。
如果假设这些天外来客的说法只是象征性的表达，那么穆大陆的传说或许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对未知文明的想象和延伸。而在一些解读中，穆大陆的居民被描述为拥有较高智慧，甚至受到神性存在的引导。这样的说法更像是一种古人对未知力量的解释方式，而不一定指向具体的实体。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既可以被看作神话体系的一部分，也可以被理解为古代认知的一种表达。进一步来看，在很多古代文献中都可以看到神创造人类或者改造人类的叙述。从现代角度理解，这可能只是象征意义上的说法，用来解释人类起源这一复杂问题。当然，也有少部分观点尝试从更现代的角度去解读这些内容，比如将其类比为某种干预或改变，但这些说法目前都缺乏直接证据。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故事更像是一种持续存在的讨论。真正的争议其实并不是从穆大陆的起源开始的，也不是从丘奇沃德提出这些石板记录的时候开始。即便是后来把复活节岛石像、金字塔甚至一些更大胆的猜想联系到穆大陆上，学界最初其实也只是保持怀疑，并没有完全否定。真正引发巨大争议的是另一个问题：穆大陆的突然消失。因为相比各种理论推测，地质证据是可以被直接验证的。如果一个拥有数千万居民的巨大大陆真的存在过，那么地球本身应该会留下痕迹才对。但目前的研究结果却并不支持这一点。地质学家普遍认为，大陆并不会在短时间内整体沉没，尤其是如此规模的陆地。更重要的是，太平洋海底已经被大范围勘测，并没有发现类似巨大沉没大陆的证据。从板块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样规模的陆地在短时间内消失也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除了地质问题，丘奇沃德提出的纳卡尔石板同样存在争议。这些据称记录了穆大陆历史的石板，从未被其他研究者真正见到过，也没有任何可以验证的资料。也正因为如此，整个关于穆大陆的叙述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无法被证实的基础之上。语言学方面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如果穆大陆真的曾影响埃及、两河流域以及中美洲文明，那么在语言或文化结构上应该能找到明确的联系。但目前来看，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文明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太平洋起源。不过，事情也并没有因此完全结束，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依然存在。如果穆大陆并不存在，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反复出现被海水吞没的故土这样的传说？有研究者认为，这或许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对真实历史事件的某种记忆。比如东南亚曾经存在的巽他大陆，在上一次冰河期结束后，随着海平面上升，大面积陆地被淹没。类似的情况在欧洲的道格兰地区也曾发生。这些真实的地质变化可能在漫长时间中被转化为失落大陆的传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穆大陆或许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超级大陆，而更像是多种历史事件、文化记忆与想象融合后的产物。当然，这些问题到今天依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穆大陆究竟只是一个被不断放大的传说，还是在某种程度上隐藏着被误解的历史片段，目前还很难下定论。那么你怎么看？穆大陆是纯粹的想象，还是某种被遗忘的真实？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